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最新一期节目，我是小渊。这是一张来自台湾媒体的照片，照片里的男人似乎在比划着什么，搭配他头上的安全盔，像极了一位建筑领域的专家。虽然他面貌平平，但是这双专注的眼神又透出一种似乎正在指点江山的风范。可比这张照片更吸引人的是这个男子背后的传奇经历。故事内容非常精彩，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看完后长按点赞键支持一下。事情还得从1994年的台湾说起。在12月3号晚上9点半，台北当地的一个警局值班室里，办公室的警报突然响起。警报由延平北路上的华南银行出发。赶往银行的路上，几名警员不停在想，哪个吃了豹子胆的家伙居然敢抢银行。可当他们来到现场后，却发现银行风平浪静，既没有围观的吃瓜群众，也没有穷凶恶极的劫匪。根据规定，他们检查了银行大厅，可里里外外的摆设都很整齐，大厅里的一切都很正常。原来是虚惊一场，也许是老鼠不小心触发了警报，所以在出警记录上签了名后，几名警员便回到了局里。然而仅仅过了2个小时，警铃再次响起，地点同样是刚才的大稻埕分行。可到了现场后，警员发现大厅里依旧是风平浪静，又是虚惊一场。2天后的12月5号星期一早上，像往常一样，华南银行大稻埕分行的职员很早就开始了营业。因为当时刚好碰上股市大涨，市民肯定有很多业务需要办理。可当职员走到金库旁边时，却闻到一股奇怪的味道。打开金库门往里一看，里面的墙壁居然有个洞，角落里的一个现金柜被强行撬开，里面的钞票乱七八糟。原本9000多万台币的现金存款，只剩下一些小额钞票和硬币。在被撬保险柜旁边的地上，还散落着电钻、铁钳、白色手套等各种作案工具。慌张的职员立马向警方报警求助，并把大厅的所有群众都赶到了门口外。看到面色凝重的警员拉起层层警戒线，民众才知道这家银行被抢了。先来介绍下被盗银行的布局。银行位于1楼，整个户型是长方形，靠近正门的一侧作为大厅，接待来办理业务的市民。里面一侧则分为2部分，其一用作员工办公的场所，其二是用来存放保险柜的金库。这个金库有一面墙就是大楼的外墙，也就是靠近外面小巷子的那面墙。劫匪就是在这面墙上挖了一个洞，然后钻进金库，利用一系列的工具撬开保险柜，偷走9000万台币现钞。这个接近正方形的洞口长宽都在40公分左右，警方由此推断劫匪身高在1.6米左右，身材属于偏瘦型。说到这里，有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来了，银行墙壁厚度有30多公分，为何劫匪在凿墙过程中没被人发现呢？这就得说下银行相邻楼房的布局。银行所在楼房与它隔壁的楼房之间只相隔了35公分，2座楼房几乎就是紧挨着，而银行隔壁的这座楼房又与另外2座楼房相邻。由于银行楼房与隔壁楼房之间的巷子太小，几乎没有实际用处，所以房东直接封死了巷子，导致这条小巷子里面发生的事情在街道上的路人是看不到的。劫匪正是利用这一优势，堂而皇之抢走了9000万巨款。但细心的观众马上会反问，看不到不代表听不到，用电钻凿墙那么大的声音，别人不可能不知道吧？警方给出的推测是这样的：其一，案发时银行隔壁相邻的2座楼房都在装修施工，民众会误以为声音是隔壁楼房装修工人发出的。其二，案发时恰逢周末，又恰逢当地举行市长选举，民众对这家银行根本就没太在意，毕竟谁会吃饱没事做，把耳朵贴在墙壁上听声音是从哪里发出的？除了银行金库墙壁上的洞口，在隔壁楼房，警方发现了一个长140公分、高30公分的洞。这个洞位于顶楼3楼，劫匪大概率是先在这里凿出个大洞，然后利用绳索等工具滑降到巷子里，再对金库墙壁凿开第2个洞。那去哪里获得整个凿洞所需的电力呢？答案很简单，
隔壁楼房不是刚好在装修吗？不用白不用，用了别人也不知道。根据以上的猜想，台北警方派了一个身材弱小的警员进行模拟作案，总体上还是证明了他们的猜测，只是在凿开金库墙壁时会很不自在，因为巷子只有35公分宽，警员几乎就是贴在墙壁前作业，非常耗费体力。可实际上耗费体力的远不止凿墙这项行动。撬开保险柜后，如何搬走这9195万现金还是个大问题。刑警算了一下，9000万现金的重量大概有144公斤，相当于2个成年人的体重。把他们从金库里搬到小巷子，再从小巷子搬到外面路边，这得耗费多少体力？所以警方推测这是一个团伙作案，有人里应外合。然而奇怪的是，案发现场只找到了一个脚印，那这就奇怪了。如果是团伙作案，怎么会只有一个脚印呢？难道说这是一个烟雾弹？讲到这里，有人肯定会说，这么大个金库就没装摄像头吗？这么多警察就没想验下 DNA 吗？不好意思，当年还真没这些手段，警方能验的东西最多也是指纹。可由于涉案物体过于陈旧和大众化，连指纹都验不了。也有些事后诸葛亮会说，这事情其实本来就可以避免的。要知道，当晚警方收到了2次警报，但凡这几个警员要是负责点进入金库查看，那肯定能避免这起劫案。可实际上，根据当时银行的规定，在非值班时间进入金库是件非常麻烦的事。其一，要有密码；其二，必须在指定时间内进入。而警报响起的时间是周末，普通警员根本没权限进入金库检查。设计这种规定的初衷，就是避免有人仅凭借密码就进入金库作案。谁也想不到劫匪会利用这个漏洞掩护自己作案。由于破案迟迟没有进展，民众的议论也是越传越凶。街头巷尾的大妈大叔说道，这家伙肯定会武功飞檐走壁，那么窄的地方都能搬走那么多钱。回到警局，警方认为能干这么大一票的劫匪肯定是老手，所以他们双管齐下，一边往外面放消息，查查谁最近手头突然宽松了很多，另一边则仔细排查最近关于金融机构的结案。翻了一圈档案后，警方还真的找到了跟这起案件非常相似的卷宗。2家被劫银行旁边都有人在施工，金库都是红外防盗系统。可不同的是，之前这伙人案发时正在吃牢饭，不可能有作案机会，所以兜了一圈，最有用的证据就只剩下那个脚印，除此之外几乎一无所获。就在重案组焦头烂额之际，一个谁都想不到的意外发生了。案发1个多月后的1995年1月15日晚上，4名巡警按例在松山火车站附近巡逻。起初一路上都很正常，马路上的人们该逛街的逛街，该赶路的赶路。可唯独有个男子非常不同，他看到巡警在排查路人身份后，整个人显得非常慌张，甚至都不敢正视巡警。但他这一微妙的表情立即引起了其中一个巡警的注意。出于职业习惯，巡警拦下了这名男子，并要求他出示身份证。男子回答说自己一时忘带了。看着眼前这个贼眉鼠眼的家伙，巡警对他进行了搜身，结果发现他随身携带着5张银行卡以及8万台币的现金，还是叠得整整齐齐的1000元大钞。一个随身携带这么多银行卡和现金的人，却偏偏没把身份证带在身边，里面肯定有鬼。透过银行卡信息一查，警方发现眼前这男子名为林进发，32岁，此前有过不少案底，是通缉名单上的在逃人员。将林进发带回局里后，警方立即对他进行了审问。我们这里有句话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你自己想想有没什么要说的？林某纠结了好几秒，然后说上个月的华南银行大稻埕分行结案是自己做的。当林某说出这句话时，审问他的警员立马瞪大了眼睛，他们怎么也想不到，上个月偷走9000多万的劫匪，此刻居然就坐在眼前，而且还是误打误撞盘查时抓到的。为了让警方信服，林某说出了部分赃款的下落。搜查他的住所时，警方还真的在他家的桌子下发现了几大包现金，前后接近1700万，上面还贴着华南银行的封条。虽然林某此前的确有案底，警方也确实在他住所搜到了部分赃款，可仅凭借林某一人，他真的有能力完成整个作案过程吗？
警方始终保留着疑问，他们猜测林某背后应该有大鱼，或许这条大鱼就是涉事银行的职员。可接下来林某交代的细节却让警方开始相信他，只要脑子够，腰包就不会瘦。32岁的林某表示，早在年轻时，自己因为偷女生内衣等罪行被关入狱。在监狱服刑时，他听遍了狱友举行的各种故事会，例如市面上的保险系统之间有什么特点，是装在什么角落等等这些细节。这些内容对林某来说简直是免费的财富密码，因此他一出狱后就到处瞎逛，试图将其付诸实践。实践的第一步就是寻找目标。对于一般的劫匪，他们大多会选择到达现场观察，例如在银行门前走上几个来回，在银行对面喝杯茶，看看周边环境等等。可林某却另辟蹊径，他说自己都是选择搭公交，然后站在中间看向窗外。表面上林某是在坐公交，可实际上他那双鹰眼早已获悉了银行周围路况。那一次他发现大道城分行非常适合下手，因为他隔壁的小巷子被封了起来，隐蔽性很强。最重要的是他隔壁刚好有楼房在装修。选好对哪个银行下手后，下一步就是获悉金库的位置。为此林某亲自跑到该行办理业务。从踏进大厅的那一刻，他就开始数着地砖的数量，结合地砖的长度，就能算出金库与巷子里墙壁的相对位置。位置选好后，就从隔壁楼房工地3楼顶凿出一个洞口，然后滑降到银行1楼侧面的小巷子里。接着便是诸葛亮的草船借箭，利用银行隔壁工地的工具和电力开始凿墙。不过直接这么凿墙肯定会触发银行的警报，而仅凭借自己一人是无法从里面关掉警报系统的。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？这就是林某的狡猾之处了。他说自己每次只会凿几分钟，然后从小巷子里爬出来，走到银行对面抽根烟放松一下。在自己放松的同时，警方肯定会派人前来查看，不过他们只能查看大厅的情况，无法直接进入金库检查，所以肯定无法发现金库墙壁的洞口。几次警报下来，警员的耐心会慢慢降低，每次留给自己凿墙的时间段也会越来越长。为了完成这项极其耗费体力的活动，林某表示自己作案前进行了高强度的体力训练，几乎每天都会负重跑步2万米。从正式开始凿墙到把保险柜里的钱偷走，林某表示自己只花了20天。看着林某那如痴如醉的解说，刑警是听得目瞪口呆。就如开头那张照片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林某是在搞原子弹。在林某家中，警方虽然找到了许多赃款，但总共才2000多万，那剩余的7000多万去哪儿了呢？对此林某回忆说，自己将钱分别装在4个箱子里，然后用垂降的方式将其转移到银行另外一边的巷子里。当时本想一次性搬走，但想着出租车不一定装得下，以及害怕被出租车司机发现，所以计划先搬走1箱，等到夜深人静时再回来搬走剩余的3箱。可就在自己纠结时，巷子里走来一个倒垃圾的老妇人，被吓了一跳后，自己连忙上了出租车离开，所以剩余那7000万很可能是被那个妇人拿走了。听到这，警方半信半疑，一个把计划做得滴水不漏的人，居然在最后一步跌了大跟头，怎么看都不太对劲。直到今天，依然有人认为林进发背后肯定还藏着神秘人物，林进发只是一个替罪羊。但也有人推测，也许真的是那个妇人捡走了剩余的钱财。总之，在警方找到剩余的7000万之前，一切都有可能。最后，林进发因盗窃罪被判入狱，念及他认罪和改造态度良好，所以法院只判了他7年监禁。2002年刑满释放后，林进发在一家货运公司上班，每天都是早出晚归，与母亲很少有交流。至于剩余那7000万到底去哪儿，直到现在还是个谜团。结案的背后是否存在更大的阴谋呢？或许总有一天我们能知道答案，又或许它永远都不会有答案。我是小渊，我们下期再见。